辉宝现在也知道园区哪里最凉快了。辉宝有模有样的坐在小泳池旁的空调口旁，一边吃着竹子，一边享受着凉风。而此时的瑞宝更是享受，正翘着二郎腿观赏窗外的游客，一时不知道到底是谁在看谁。姐妹俩躺在园区享受，而姨姨们在窗外站着吐着帆。一会儿，圣熙阿姨来到园区，刚才爱宝回去休息了。圣熙阿姨来到园区进行收拾，而辉宝看到姨母正在忙，也没有去打扰姨母，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姨母忙来忙去。圣熙姨母在园区捡了满满一大捧的竹子，这下大象家族的晚餐就有了。圣熙阿姨收拾完竹子后，再次来到园区。瑞宝看到圣熙阿姨来了，直接从小滑梯上滑下来，这情绪价值直接给姨母拉满，立马给手里的小零食全部递给瑞宝。圣熙阿姨觉得这还不够，于是又去房间里拿了一些来。这时辉宝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但圣熙阿姨想让姐妹俩面对着姨姨们吃。圣熙阿姨教姐妹俩正确的营业方式，姐妹俩在小零食的引诱下，很快便做好了，只是没坐在一起。圣熙阿姨从姐妹俩身后给姐妹俩抱在一起，让姐妹俩乖乖坐好。看到姐妹俩做的这般板正，圣熙阿姨也很有成就感。圣熙阿姨摆好姿势，想让姨姨们给自己来张合照。姐妹俩和姨母这亲密的模样，让姨姨们心生嫉妒，而且还是两只。一会儿，辉宝这里的小零食率先吃完，辉宝凑到姐姐怀里，检查姐姐掉在身上的胡萝卜渣渣，但瑞宝这里吃得很是干净，辉宝什么也没捡到。看到圣熙姨母过来的瑞宝，开心的跑过去对姨母撒娇，连姨母给的胡萝卜也被自己丢到了地上。瑞宝只想跟姨母贴贴，根本顾不上吃胡萝卜。此时的圣熙姨母比一切都重要，瑞宝很享受跟姨母的玩耍过程，姨母跑去哪里，瑞宝就屁颠屁颠的跟到哪里，就算连着摔了好几个屁墩，也依旧没有放弃想跟上圣熙姨母的步伐。姨母一边躲着瑞宝，一边还不忘收拾园区里散落的竹子。瑞宝生气，姨母只知道忙工作，都不陪自己玩，转头自己跑去生闷气了。等瑞宝再次尝试去找姨母时，没想到姨母抱着竹子走出了园区，有点生气的瑞宝只好去找趴在小树上的辉宝。没想到在小树上的辉宝也不想让姐姐过来，看到姐姐要爬到小树上来，辉宝便用手阻拦姐姐爬上树。一连承受2次打击的瑞宝只好灰溜溜地爬到滑梯上。看到瑞宝有了小情绪的江爷爷来到园区哄瑞宝，瑞宝看到江爷爷来了，直接对江爷爷开启了自己的绝技，抱住爷爷的腿并开始撒娇。瑞宝这状态看上去完全不用哄了，爷爷一把给瑞宝抱了过来，给瑞宝来了一套僵尸按摩，舒服的瑞宝沉浸在其中。等爷爷停下后，瑞宝还恋恋不舍地看着爷爷，好像在说爷爷再陪我玩会儿吗？瑞宝看到爷爷要走，便开始用后背对着爷爷贴贴，企图让爷爷明白自己的暗示。江爷爷也是秒懂了瑞宝的意思，又停下来给瑞宝进行按摩。瑞宝还指了指自己的头，好像在告诉爷爷给自己按一下这里。爷爷看着调皮的瑞宝，脸上不禁露出宠溺的笑容。陪瑞宝玩耍一会儿后，江爷爷来到了辉宝这里，顺便还给胡萝卜重新在饮水盆里清洗了一下。随后爷爷站在小木墩上投喂辉宝，把胡萝卜放到辉宝的嘴边，看辉宝不吃，于是将爷爷给胡萝卜和竹子都放在了辉宝可以轻易够着的地方，然后便离开了。留在小树上的辉宝一脸懵地看着爷爷走的方向，好像在说：爷爷，你转身就走，一点也不停留，刚才在姐姐那怎么不这样呢？辉宝也是一只会过日子的小熊，辉宝玩耍时看到地上掉落的竹子，走上前就给其捡了起来，打算将其吃掉，表示不能浪费。辉宝这是明白韩国物产比较稀少，从小就给爷爷节约粮食。下一秒，辉宝小头一看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原来是圣熙阿姨和江爷爷走了进来。江爷爷又来给圣熙阿姨的节目友情出演了。江爷爷对于自己每次栽种的植物都很是上心，虽然江爷爷是熊猫馆官最大的，但却又是干活最多的，事无巨细，任何事情都要操心。江爷爷给园区的芋头苗全部浇过水后，带着自己的小水壶离开。不过很快，江爷爷又回来了，给辉宝和瑞宝带来了2根大竹笋，而圣熙阿姨则负责给爱宝收拾吃剩的竹子。江爷爷将竹笋递给辉宝后，原本想教一下辉宝正确的吃饭姿势，但辉宝根本不会，或许辉宝更喜欢躺着吃。而江爷爷的教育方式看来只对福宝有用，以前爷爷让福宝做好，福宝立马就会乖乖作证。这下福宝在江爷爷心中又多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因素。眼看辉宝教育不了，江爷爷便放弃了，拿着另一个竹笋去找瑞宝。辉宝看到爷爷去找姐姐了，立马不乐意了，追到爷爷脚边，表示自己还要。江爷爷立马将手里的胡萝卜递给了辉宝。等江爷爷下来后，辉宝便立刻抱住了爷爷的大腿，想让爷爷只属于自己。而此时瑞宝看到辉宝这茶里茶气的样子，生气的给竹笋扔了下来，竹笋差点砸江爷爷的头上。江爷爷看到后，立马又上去安慰瑞宝，给瑞宝递了胡萝卜。
姐妹俩彼此这醋意十足的样子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而江爷爷这里想让辉宝作证的想法也仍然没有放弃，再次尝试将辉宝。不过辉宝完全不听。之后，江爷爷将掉落在地上的竹笋拿去饮水盆里洗了洗，并给其剥了皮，打算拿回家给爱宝吃。我帮你，到底干哟。盛熙阿姨对爱宝的爱一点也不输两个爷爷，而且早在爱宝坐月子期间，盛熙阿姨更是没少照顾爱宝。只不过那是盛熙阿姨没有属于自己的节目，所以都是在宋爷爷的节目中偶尔出镜。而在盛熙阿姨第一次参加韩国综艺时，当主持人问宋爷爷和盛熙阿姨有什么话要对宝家说时，宋爷爷选择了对福宝展露自己的思念，而盛熙阿姨则选择了对爱宝诉说自己的心声。 저는 엄마인 아이바오한테 하고 싶은 말이 있더라고요. 그냥 여러모로 뭐 괜찮니?라는 말을 이제 물어보고 싶은 게 푸바오 나왔을 때 푸바오 기르면서 뭐 괜찮았니? 괜찮니? 지금 쌍둥이 육아하는데 힘들진 않니? 괜찮니?라고 좀 물어보고 싶은 거 대답을 좀 듣고 싶은 것 같아요. 爷爷在休息和忙碌宝家其他成员时，爱宝都是由盛熙阿姨照顾的。在盛熙阿姨这里，只要是有姐妹俩的，一定就会有爱宝的。当遇到姐妹俩满百日的节日时，盛熙阿姨还会对爱宝表示辛苦了。 알바 쌍둥이 키우느냐 300일까지 키우느냐 고생했어. 응? 另外，盛熙阿姨更喜欢爱宝叫自己姐姐，或许这就是女生更懂女生，更明白彼此的不易。而且，盛熙阿姨的照顾和爷爷们的照顾，对爱宝来说肯定也是不一样的。 고생했어. 응? 고생했어, 알바. 当盛熙阿姨值班时，感觉到爱宝带娃累了，会立马让爱宝来室外活动，主打一个彼此理解彼此，彼此相互配合。盛熙阿姨明白，作为女人当母亲是有多不容易，所以与爷爷们不同的是，盛熙阿姨更能先想到爱宝这里，以及根据自己的感受去照顾爱宝。而也正是因为宝家饲养员彼此的相互配合，共同努力，才让宝家每个成员一直都处于这幸福的生活中。 宝家一到下班点，寂静的园区就会传来宋3岁的叫喊。现在这个声音对瑞宝、辉宝来说，已经成了一个可以吃到小苹果的信号了。瑞宝、辉宝一听到宋3岁的声音，就跑回家去吃宋3岁手里的苹果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宋3岁发现，与其给爱宝好处让爱宝收熊，还不如将好处直接给当事人。自那之后，爱宝下班时就没有了额外的小零食了，小零食都均分到了瑞宝和辉宝这里。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爱宝会跟奶爸闹情绪，瑞宝、辉宝都回家了，爱宝还不回去。这样一来，爱宝对于回家越来越随意了。今天宋3岁开始在园区呼喊瑞宝、辉宝时，瑞宝先跑回了家，而爱宝此时突然想产青团了。爱宝不慌不忙的坐在小亭子边上蹲下，就开始产青团。等爱宝舒舒服服解决完自己的内需后，这才向通道门走去。而辉宝这里在妈妈和姐姐都回去后，也从树上下来了。 不过宋3岁这时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，想必隔壁的老虎园区都能听见了，一声声辉宝飘荡在空中。不过咱辉宝这里的脚步丝毫没有受其影响，始终都是不慌不忙的，这一点和爱宝、乐宝很像，坦然面对一切，尤其是对待宋3岁，根本不拿宋3岁当回事儿。能听到宋3岁的声音后往家走，这已是宝家成员给宋3岁最大的面子了。瑞宝、辉宝回家后。 熊猫世界便只剩下乐宝了。对于乐宝，宋3岁至今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新办法，只能不断呼喊乐宝名字，让乐宝一点点变得厌烦，然后乐宝自己就会下来了。宋3岁别的方面不清楚，但折磨人这块儿，宋3岁还没输过。